他这个一个男的屋里出来，突然变有钱了。整天忙，就忙起这个，这不长年纪了是吧？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。会用脑的人才可以战无不胜。我呢是在一个小地方，在一个县城里边当厨师。我有个女朋友，是大学毕业，她比我学历高，比我小个4、5岁嘛。你今年多大呀？我33了，但是老想去大城市来闯荡。来了之后，他人现在在青岛。对，是，我还是在老家。在老家。你俩相当于现在是异地。我就最近发现他下了班那个点吧，我给他打电话，现在就好像不大愿意搭理我似的，有时候就不接了，就说不了2句。哎呀，我累了，我想睡觉了，就感觉不太对劲儿。你是觉得他状态有变化？持续多久了？个把月了吧。我平常我1个月也能休个1、2天的。昨天我是休息，我寻思过来看看他吧，我也没给打招呼。你大老远来，你不跟人约好？我跟他打什么招呼呢？我也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来那个点，我看到他肯定是早下班了，结果去找没人，等了一段时间。他这个一个男的屋里出来了，他那个男的还出来送他，2个人还挺亲热。一个男的屋里出来了。对，你看着了，手机我都拍下来了。你还拍下来了？整天忙，就忙起这个，真是不巧啊！这不长年纪了是吧？咋回事？你问呢？哎呀，我问什么？那当时把我气的。今天我这本来想回去的，越寻思越不对劲，越寻思越不对劲。我想把这个事儿坐实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个情况，要不然心里就老是过不去了。你这个要确定他有事儿了，你更糟心；你确定他没事儿了，那你这不是怀疑人家吗？我就像这个人嘛，他平时很节俭，他为了挣钱嘛，将来以后在青岛买房子，他根本就舍不得花钱。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给我买球鞋又买衣服什么的，突然变大方了，就很长时间沟通了，他也不太愿意跟你沟通了。然后那个好像还突然变有钱了。然后你来了以后呢，你又看着他跟别人就是感觉很亲密我了，所以你就是说综合的表现，你现在就判定他有事儿了。我感觉是。他住什么？是那个房子是租的是吗？租了个小院里边，给单独一间的那啊，他不是住在那个楼里这种3楼。不是。那你这样吧，你就现在能把他包括他的联系方式，他长什么样的照片，包括他住在哪，就所有的东西你能知道的，你先全都发给我信息，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呢，我得先了解。你快先走吧。你有什么疑问你就直接问就行了，对吧？有一个他不符合逻辑啊，那女的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儿了以后的话，他还给他花钱，我不花了行不行？我直接想办法跟你分手了行不行？哎，他说那个男的年纪挺大的，他不会是从那个年纪大的那个男的里边那边拿着钱，然后他还不想和那个年龄大的结婚？你说他两头两头搞着呗。他那边吧就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农村的那种农村的房子。他是自己有个2层，类似一个3合院的那种，租的话很便宜，差不多便宜点的4、500，最贵的1千。我天，那是挺便宜的。那他现在这还有房吗？有的话只有楼下，楼上没有。那你不行你就租楼下吧，因为你总得进去了以后你才能观察着吗？但是他2楼吧有一个公共休息区，谁都可以去那儿，有沙发什么的。那你只要有地儿能观察就行了。你包括你知道那男的是谁吗？拍视频里边那个男的那个就是房东。房东自己也在这儿住。对。他把其他的房间然后他租出去了。对。你明天你就把钱交上去，反正他几百块钱1个月嘛，也不是特别贵。你就租一间，租一间开始，从明天开始你就在里面住。我正好在他2楼那个公共休息区我就在那休息着，等了差不多得2个小时。出来了，直接就去房东屋了。他对象不是给咱拍这个视频吗？我来了，我才知道那个屋那就是房东的屋。正常你有事的话，你进去你是不是得敲个门吧？进去了之后，我赶紧跟过去。他外边的门直接就关上了，里边的门也都关上了，一待就是2个小时。你办什么事需要2个小时，而且你要是你进去办事的话，你还需要关上门。你说你第1天晚上吧也行，今天晚上又进去了加上他对象那个一共就3次了，这还有什么巧合？那你看着他俩到底干没干啥？那我还用看吗？那我这咋看？那你没看，你永远证实不了这，都你在这猜呢。那我咋看？他现在人呢？在里面呢。我住这2天，我才知道他还有个孩子，这都不背人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？什么他那个？
那个孩子是？这房东有个孩子，他离异的，他有个儿子，他自己带。合着那屋就是房东跟孩子自己住。这找了个妈，这是？你就拿着手机借个什么酱油醋什么的。如果他俩真是有事儿的话，你通过细节你能看出来。你比如第一点来说，你敲门，他不可能开这么快，你能理解我意思吗？对，我明白。你就往里进，你也甭跟他客气了。真有事你想想，你往里进，他不能让你进，他拦着你啊。那如果他没拦着你的话，你进去了，这不就看见了吗？你现在就去，别一会儿就出来了，你就弄不了。你现在就去。行，那我去。哎呀，大哥，我不好意思，我麻烦你，我做饭没有酱油了，我这临时我也没买，我能不能给你借点？好，回去拿。哎呀，谢谢大哥。哎，你好。30米的井底传送塔，第一天爬了6天，那这样都就进行下去，蜗牛第几天才能爬到井口？也就是说2天爬2米5天。好，大哥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我用完给你还回来啊。拜拜。哥，你在这等我行吗？我在这儿给你看着。哥。好，谢谢叔叔。不好意思，没事，我这边有点紧，没事，抱歉，真不好意思，真没事。我说，哎呦，我说没看着，你是在这儿？我就住这个屋。啊，你住这个屋啊？抱歉。没事。你这个我这刚来，我也是在这儿住。好。抱歉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撞你一下吗？我就给你拿点水果，我就逗吓一下。我表哥从外地过来，他是过来看我嘛，然后正好。对，因为他也刚来，他来时间不长，我。进来吧。好方便吗？方便进来。我这屋也小，我出去给你们拿俩椅子，你们。没事，别整我们这屋也行。你也是一个人啊？我一个人在这住，那一个人的话就大小就无所谓了，有地儿睡觉就行。你这屋多少钱？600块钱1个月。这600？我先说，我说他以后他在这住，你们也算是那个邻居什么的，就是常见面。我大表哥这个人吧，也比较正规，就比较讲究，就不好意思了。后来我跟他一合计，我说怎么弄啊？我说这叫人吃饭这个点也不知道合不合适，而且都不认识，我说买点水果吧。我说真的没事儿。对，你也是外地的？我是过来的。寻思这边发展能够好一点嘛。那小姑娘也挺不容易的。您来了很久了呀？来半年多了。半年多了？那挺好的。你有啥需要帮忙你就走。对，你找我行了。哎，哥，我感觉他也挺忙的，我感觉是。是吗？对，因为我们住一块儿。我是那个教育机构的老师。你是教什么？教才艺啊，还是教？教文化课。哦，多大孩子？小学吧，初中有时候也会带，但是少。就是想多挣点的话，就接一点私活嘛，当家教。挺闯劲儿的呀你。为了多挣点钱嘛，想着跟自己男朋友以后结婚。你有对象了？对，我有对象，就想努力一点，结婚的时候不至于拿家里太多钱。还是想留在这个城市，在这个城市定居。挺好。他刚才过去跟我说啊，他说他过去借东西，又什么的，完了你还给孩子那里面又补课又。房东的儿子正好是借这个机会嘛，他也有这个需求，说知道我是当老师的，说辅导一下他儿子。其实那房东大哥也挺好的，就是平时晚上也是经常留我在那边吃饭，给孩子辅导功课嘛，有时候房租也不要我的了。有时候不要房租还能多给点，这样里里外外就能多挣一点了嘛。正好那个什么，我有一朋友，他家不是有个孩子啊？要给辅导，还能带吗？我可以啊。哎呦，今天也赶巧了，你要觉得这事行，我就先给你交2000块钱定金吧。你不用给我2000块钱，到时候谈拢了再。不用，因为是什么呢？你这样的话，我今天先给2000块钱定金。你不用先给我钱，到时候我跟家长不是，我先在你这预定上了以后的话，这事不就没跑了吗？我帮他卖他个人情嘛，是你方不方加个微信或者什么？可以。那个什么也不过多打扰你了。没关系啊，就随便聊一聊，完了以后有什么事你就真的你别跟他客气。对，你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你有的时候你眼见了也不一定为实啊，对吧？你说这个事儿不就典型的一个东西吗？
你们一开始也被错误引导了，一开始光在那想，郭德纲那话说的不是对的吗？这人就这样，我这丢一东西，我就突然想，刚才是不是谁从这儿过，他拿了，我就老看他，越看越像，然后我会脑子里边脑补一个画面，他走到这儿什么表情，怎么拿，怎么揣怀里，越想越对，越想越对，一会儿看掉地了，哎，这是个好人，这就人性。其实那姑娘人正经来说的话，人挺不容易的，而且也挺好的。多攒点钱，他又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歪歪的想法。包括你现在在想那些细节，其实就是由于先入为主，所以你给后面的一些行为你自己做了引导了。像你们前面说的关个门什么的，那就是为了怕影响学习，外面吵或者什么的，顺手把门就关上了，对吧？当时我觉得我攻克了，不正规呀，你这不正规了。他女朋友如果在外面真的有事儿，他还在给他男朋友花钱，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矛盾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千万不要一味的去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那个东西，你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这事儿对不对，跟那哥们儿说一声，让他来一趟了。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得当面跟他说说。你女朋友，我说句实话，我跟她接触虽然时间短，但是我真感觉人家人挺好的。是，她没有什么别的歪歪想法，人的想法很单纯，就跟一开始跟你说是一样的，就是现在想来一个大点地方，完了多挣点钱，人家想留在这儿，而且为你们以后再考虑。我是觉得什么，你是不是有点不自信呢？你不自信就让你变得特别敏感。我对象这个年龄也小，形象也挺好，对吧？是，又大学毕业，现在挣的又比你多，你又感觉好像我现在就，他现在条件就是比我好。他如果真有别的事了以后，人家还会往你身上花钱不花钱了，你就自己在那瞎猜，你也不问。也是怕万一真是那事的话，没法说啥。两口子在一起玩谈恋爱也好，沟通是个特别重要的事儿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得变得自信起来。他现在有这个想法，在大城市打拼，我也支持他。告诉你这个结果，然后说这些事儿，他现在也不知道。我是觉得你也别说了。你不是给他那个钱吗？那事儿，我不能叫你出钱。哎，不，这个事儿既然是因为我当时我是真不想帮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也给的也不多，你哥们儿，这个我这样已经非常感谢了，哪能让你们在往里边垫是吧？那就自当这个钱我不给你让了，本身反正做这个事儿就是你的，不是给你自己媳妇儿你帮衬一下了，好不好？